外国人家乡习俗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我要笑？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俄罗斯工作，跟海关微笑一下。哦 no！ 你会带到小房间收拾。对，法国好像有一个15分钟的礼貌，我们是超越法国，我们不是15分钟，我们是快2个小时都可以。我们直到隔天也可以。过来了。西班牙狂放生活，佩德罗全说啦。浪费食物、暴力、受伤、喝醉、把妹，这基本的西班牙庆典。然后又不爱工作，又常不。那你为什么会有？怎么会有钱生活？失业补助啊。如果你住爸妈家，可以跑趴的钱还是很多。就是因为那么快乐，你来台湾干嘛？我是有野心的成功者。很难相信。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好。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朋友，就要来分享呢他们国家鲜为人知的独特文化或者生活习惯。好，保证让你大开眼界。你等着瞧吧你。我们语气。我们欢迎他们出来。首先欢迎乌克兰的加纳。加纳。欢迎来自西班牙的 Pedro。Oh my god！ 欢迎来自巴西的田武阳。哇，加老外，耶！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塔夏。欢迎来自韩国的 JJ。哦耶，欢迎。太棒了。Pedro 今天穿的算是比较多的啊。对，还是今天明明温度15度都不到，你为了装作不怕冷的样子干嘛？平常都只有一条三角内裤哎。会吗？这个怎么不露？是坐在我旁边，他常常坐在你旁边吗？为什么每一次他坐在我旁边就开始人脱了？可以近一点。我可以走过去。他今天算穿的很多的了。你们国家有自己的习惯，你们在台湾住了这么久。相对之下，你就知道有些跟台湾不一样，或者是你们这么多年来，这些来台湾几年了？10几年，10年多了，都超过10年。那田武阳是加拿大就不讲了哦。加拿几年？8年。加拿大最少都8年了。哇，8年。你也8年，12。哟，你有12年，难怪这么嚣张。好，各位准备一下。来，题目就是关于我的国家，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事。我要分享我们喝酒的文化。你会不会倒酒？倒酒有倒酒的文化。有，我们的文化很丰富，因为我们很丰富。对啊，韩国就是不自己倒。韩国人喝完酒就会放着等你来倒。晚辈还是？那你是晚辈，你更要倒。我们是类似的这样，但是我们是会分，你的手是轻的还是重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什么叫手势是轻的？轻的还是重的？这个意思是，如果你倒酒，如果你的手是轻的，大家隔天不会宿醉，不会不舒服。但是如果你的手是重的，你倒酒，你们隔天都大家很不舒服。跟倒酒的手势有下手轻下手重啊，对，不是真的就是你要去承重那个手，我要承重我的手啊，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体验。比方说，我小时候会帮你倒酒，然后你会跟我说，哦，你的手很重，我不舒服，我从来就不会再帮别人倒酒。我每次帮你倒酒，结果你隔天都宿醉的话，表示我是一个不适合帮你倒酒的人。没错，这是一种八字的问题。对，我的磁场就是不适合帮你倒酒。对，是这样子。是他的意思是这样，是这样，不是下手轻下手重，不是，哦，不是啊。然后我们倒酒的时候不能换人，比方说我今天倒酒，我一整个晚上都是要倒酒，不能先我，然后你。可是谁决定是谁帮谁倒酒？你先来，然后大家会问你的手怎么样，大家都是知道的。你的手怎么样？我的手刚刚手术，我的手刚刚出院。没有人管你有没有出院，你是轻还是重？如果是你为一个轻的手，你是要倒酒。可是假如说我今天对于陈哥来说我是重的手。我不适合帮他倒酒，但我可能对武阳来说我是轻的。不是，你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一辈子就是轻手或者是重手。对，俄罗斯也是这样子。对，而且那个手，它不是倒酒，比如说我们去剪头发。
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那个设计师，他的手很重，比如说他剪了又不好，又长了不回来，就是比如说长得很慢。可是有一些人他手很轻，他剪了，我觉得很顺，几个礼拜对你的头发就长出来了，而且我的头发很容易长出来。一定要知道你的手这种因为其实俄罗斯人也是跟乌克兰人都很有点逆性，比如说我都会觉得说佩德罗啊，他手很轻，他就是人很。怎么讲？对，很阳光，很正面。然后呢，同时他做什么事都很顺。然后再来是说他很会倒酒，比如说他很会跳酒，那我们就让他负责这个晚上，一整个晚上帮我们做这些，比如说跳酒。不管有几个人，不管了，对，100个人也是这样。因为其实你们也要去参考一件事情，俄罗斯、乌克兰喝酒跟台湾人不一样，台湾人喝酒为了喝醉。赶快就一直喝，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台湾人喝酒。你们不是会头都是仰着的。他刚刚说我们都是这样喝的。你们不是这样喝。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来了，我就拿一个杯子，比如说那个佩德罗帮我做一个调酒，我可能1-2个小时喝那一杯，妈妈，因为我为了一杯喝2个小时，因为我来这里为了跟佩德罗、贾纳、吴阳继续聊天，跟你们聊天，跟你们有交流。但是台湾人是，我为了来喝醉，然后在旁边吐，然后看谁吐的最多，然后隔天没有，真的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比如说我如果真的不舒服，我吐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对不起，我一定会在隔天我真的想死，因为我会觉得别人都看到我吐了，我真的没办法承受这件事情。但是台湾人怎么这样？哎，你刚看他吐了，哎，这个吐的更多，哎，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好像他吐了就真的还会拍照，还会录影，然后我隔天起床，我的整个那个什么 IG 或者什么都是别人在那边保那个童子吐。我觉得这有什么开心啊？是交什么台湾朋友啊？对啊，这是哪有什么开心？你交的都是些什么台湾朋友？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从有我有在比谁吐的多吗？没有哎。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因为我看真的是他讲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他来12年，他是你学长，你有觉得台湾人都是这样喝吗？这我没看过。没有，没有。等一下，不要急哦。来 ，JJ， 你在台湾12年，你看台湾人都是这样喝吗？从来没看过。我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我去 KTV 都是这样子，我去夜店都去什么地方啊？会不会是大家看到你太高兴了？可是我不在，我看他们的 IG 也都是这样。你交的都什么朋友？俄罗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哦，我们现在今天真的太做一下。去哪里做一下？就是在家里，在外面都可以，这是一种文化，就是出门前一定要先做一下。就是我要出去了啊！今天那个电影好好看哦。对，然后做了一下。出去看电影吗？然后就可以出去了，因为这样子才会顺路，才会就是有好运气。这也是迷信吗？这也是迷信，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做，我不会出门会。它也是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叫做 присядем на дорожку。对，现在对不起了，差不多，对，就是比如说我要坐飞机，我要坐火车，不是会很担心嘛？就是万一会有事故啊，或者是有些事情会不顺。那为了整个行程很顺的话，我出门前先做一下，然后就做一下就做多久？不一定，3秒。就可以啊，3秒就可以了，3秒就可以了。只要有这个动作，就是比如说我已经都准备好了，好，我行李已经都弄好了，好，那我先做一下，好，我就做一下，可以走了，好，会很顺利，有点像是某种切换的仪式感。对，我觉得这 hold 一下的感觉还蛮好的，不错，好像不错。就是你不会就只是仓促的、慌张的做一些事情，对，心还没有准备好，而且这样子就是会很安心，是一种。俄罗斯还蛮迷信的，其实我们超级迷信，对，蛮迷信的。我以为只有我们东方人、亚洲人比较迷信，对，你看他们好迷信哦，真好笑。我是相信什么中国的那些什么12生肖，也是相信什么星座，也是相信什么八字。如果是好的，我都相信，我都 OK。发大财，我要什么好，我会就是什么送什么，对，什么机器上放乖乖那种你也相信？对，我们是
将来也会应该是，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东正教的，比如说神啊，我们一定会放在各种地方，就是比如说车上也会放。一样啊，一样啊。可是你看，就是比如说他有那个东正教，其实它是跟这些比如说什么星座、12生肖、八字都是有冲突的，没关系。全部都要，我们全部都要，全部都保护我，我都要，我全都要。对，来姐姐，我们哪有什么韩国不知道的？我觉得台湾可以学一下。我们的话呢是这样子，就是面面试试工作工作就会有钱这样子。面试，你也是有钱对，去面试会有 interview 钱。可是我去面试，然后面试的公司要给我钱一。定要啊，因为我花我的时间去面试。可以一直去面试，裴德罗然后就不要但我面试都不去对不对？金额很大吗？没有不会很大啦，但是比如说大公司的话，通常会台币差不多1000块左右这样子。也不错哎，每天都可以，每天面试会拿1000块。对，上下，对。一天可以去很多次，3次、4次，只有4000块。哇，这是个职业啦。你跟老公可以一起去，2个人就8000块。加纳，划算呢。不一定是都有钱吗？有时候大部分啦，不小公司不一定有，小公司就不一定有。对嘛那不要去小公司那大公司或者是中小企业啊，或者是基本上都很多地方都会有，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哎呦而且，不知道哎。不一定是钱，有时候会给钱嘛，有时候会给那个星巴克礼券。就是我台湾朋友面试嘛，找工作，然后有一天他就觉得很烦恼，我就问他说因为那个面试有那个需求是要准备20分钟的 PPT，然后是关于他很不熟悉的部分，所以他准备很久，准备1个礼拜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哇，那你那个面试费应该很高吧，这样子。然后他说没有任何1毛钱。对啊，对啊，然后我说没有钱，你干嘛准备这么多？对你懂吗？当然他就是跟我说，他觉得啊，他就是给我这个机会，可能我会有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觉得很多人都不就是你很有可能不会有这份工作啊，那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我为了 interview 我会有一些准备。对，或者是有些公司会给那个车马费。对，我觉得好特别，可是听起来很有道理耶。对，因为我会 prepare 一些 for interview 的事情，对不对？而且他知道你是没有工作的，目前没有收入，会帮你忙。对，就算你没有车马费，他也会给你一些我公司的产品，对，让你不会空手回家。对，哎，这个还蛮特别的。韩国还有一个是跟钱有关的，就是现在结婚韩国人也很少用那个纸本的，就是都用电子喜帖嘛。然后，对，因为台湾也是吧，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把电子喜帖给台湾朋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问说，哎，为什么你的喜帖上名字下面就有汇款资讯这样子？然后，对，因为我就原来台湾没有啊，就是汇款用汇的没有哦，礼金用汇的。对啊，我们都要真的拿到钱。我们也会拿，但是如果你不方便，如果你金额大，或者是你不能来，你就是一定要用汇款的方式汇给他。那请问在韩国参加婚礼要包多少才是基本？都跟台湾一样看那个关系嘛。如果同事的话，可能差不多台币1300左右。太少了吧？同事，我说不熟的，就是一般的。我说一般的啦，一般的就是5万块韩币。我们这边很少3000块吧，在这边。对啊，我们2600了，我有听2600吧，2600是吗？很熟的呢，很熟就很多啊，就可能就是1-2万这样子都有。台币？对啊，就跟台湾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的话都会这样子。12颗葡萄，这有情色意义吗？为什么？我觉得你讲什么东西都会带有一点情色的感觉。你这12个很有情色，字面上的意思，12颗葡萄什么意思？就我们的跨年嘛。跨年？对，可能台湾要吃12颗葡萄。没错，台湾人的跨年是什么？烟火跟那个夜店。你想想就捅我的手。刚刚你说你都不认识这中国人，然后小孩就说，对啊，就是去夜店嘛，比喻去夜店喝醉。对，但我们西班牙是全世界那个葡萄生产国第1名，就是我们要想各种方法啦，把那个葡萄过剩消费掉。葡萄在冬天也可以生产吗？12月？我们过剩的，就是我们夏天是收获嘛。对。我们那时候有红酒大战。对。就是我们可能会浪费个7万到8万，每一个小镇7万8万公升的红酒，用波的，
那是红酒大战，7、8万公升的红酒，每一个小镇、每一个城市平均。梦多好像有去拍过，对，每一个他有去参加过。这样子啊，像这样子啊，他们就到一个定点，然后搭一个小巴士，因为大家都不能开车，所以搭一个小巴士一起到那个活动场地。然后所有人呢手上都已经拿着红酒，然后也穿那种不怕被泼到的衣服，然后就参加这种因为长得红酒大战。这是什么？那个逃一个精神病院。就是你会一直拨酒，然后全身都是红色的时候，就会把衣服撕破。然后就是所以你的习惯从那边来的嘛？小时候培养。西班牙的节庆基本是要露，也要有一点冒险暴力，我们才觉得爽。可是为什么你们都穿一样的衣服？看起来你们都是套什么精神病院？不是，你看那个一条去朋友啊，左边的是你那边的朋友同学是吧？我们都是会，就是从小的一群朋友穿一样的，就是 team。为什么脸都红红的？就喝酒，一直喝酒都脸红，身体红。这白天就喝醉了。对，这是早上开始，然后一整天都在可能爬山，然后拨酒互拨，然后就把妹啊、舌吻啊。就是很好玩，对。每一个小镇、每一个小村都有自己的。消那个过剩的红酒，哇，好浪费哦！这样拿来泼，拿来喝，然后泼这样是浪费。从早就喝，从早一整天从早喝到晚，早上到晚上。是12月31号那天吗？没有，这是夏天的，先浪费个大概7万公升每一个小镇。夏天先浪费一批，对，然后在冬天再浪费另外一批。对，懂了。冬天还剩很多，所以我们冬天还会想这个12颗葡萄，就是剩下还有过剩的那个葡萄的量。我觉得这想法很好。就是我们在12月的12点要跨年的那个时间，因为我们西班牙的时间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都是慢大概2个小时。就是我们那个蓝扇慢动作的名声嘛，就是我们国家的招牌，就都是名不虚传的，就是我们的。你说名不虚传。我们的午餐是2点到3点，就是慢2个小时。我们的晚餐是10点到11点，如果你慢一点，就到12点，刚好甜点，12颗葡萄，吃水果，跟着那个，懒散知识分子。在你心目中，西班牙是很懒散的国家？是啊，就我们国家的招牌不是懒惰吗？对不起，请问你们隔壁的葡萄牙也是这样子吗？葡萄牙他们是12点吃午餐跟6、7点吃晚餐，他们好像是正常，差不多啊。对，好像除了西班牙以外都正常，就是西班牙是唯一的。午餐是2点到3点，晚餐是10点到12点。对，国家招牌，来我们那边放松 ，relax， 好想去看看哦。对，好想体验看看。那边失业跟迟到都是常态，都不用觉得丢脸或什么，就我们大家都这样。所以12点跟着那个适合去那里。钟声，对，1秒1颗葡萄，大概这个节奏，塞，大概第4颗。钟声打很快，我当，会夜到，所以很多人夜死，就是我们有这样吗？我有查统计，我们国家的人就走嘞。死亡率第3个的那个死因大原因就是夜死。国家第3，他的12颗是敲一声吃1颗啊。对，不是大家都做得到，要试试看吗？乌克兰超前全世界，这件事只有他们敢。我们的国家是全世界第1个合法的代理孕母的国家，而且我们都会有很多学校，他们就会教你怎么当代理孕母。但是我们的要求就是很高，你才可以去。哦，这样子。对。要试试看吗？佩德罗加油，来佩德罗吃吧。佩德吃，你要我们没有训练。你们体验率那么高，你自己去玩。我从小吃到大，我还要吃吗？不是，我们想要示范一下。喜不喜欢葡萄？我们要相信，当一声12声钟响，你刚好吃完12颗，对不对？好不好？哦，不要吃得很难看哦。然后也不要吃衣服都是说都湿掉，然后把它脱掉。不行，一定要。我说哎呀，湿掉不舒服，好了解我，不可以脱，这不能脱衣服，不可以脱，借故脱衣服。好，现在准备倒数12秒，计时开始，12、11、10、9、8、
快哦8、7、6、5、4、3、快点快点！ 1。浪费了一颗。好西班牙，回去很难呢。哎呦，西班牙大概是这样啊，大家在喊那个菲利丹，唰唰都是喷的，喷水。来哦，我们不知道的事巴情，你们西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应该不晓得。这个有一点点像西班牙的，迟到再失礼貌。耶，哦，对不对？在欧洲国家，很多国家都，欧洲国家很多这样。法国是不是也是？他法国好像有一个15分钟的礼貌的部分，对对对我们是超越法国，我们不是15分钟，我们是快2个小时都可以，你知道吗？法国有点太保守了。2个小时，你根本就过来了。2个小时来个屁啊！老师都吃完了。太离谱了吧？我说真的啦先等一下，哎，乌克兰，不可能，我你可以接们要受这个吗？我们提早要到，要提早到我们不能我们也是啊你。也是，也是的。提早到，JJ，玩到就回家了。现在这么急，我们等不了。不要很急。亚洲国家2个小时没有不可能2个小时。我来好好的解释。我跟你讲，这个已经是成为我们说18系的其中一个文化。我们是从小时候长大的，只要我们跟朋友约，假设说我们今天约一个晚上7点去吃个披萨，没有人会7点到，不可能干。嘛约晚上7点？因为我们都大概知道心目中大概8点半大家都会到，所以大家是同时那间。7点到的不都饿死了？不，那假设说你7点要吃，我们大概会有一个5点半到，可是我们就是心目中就知道大概7点到来吃啊，。餐厅，对如果你们要点餐厅对啊，怎餐厅么办呢？？那如果是真的是要预约餐厅呢，会稍微大概15分钟左右到了。可是我是说的预约跟朋友约的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来我家看电影之类的，好，那我约8点，没有人会8点到。就要或者比如说我们10点到去生日 party，7点要到，不可能7点会到，都是9点后。我们唯一会准时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假设说华纳维秀去看一部电影。要先花钱，然后7点会播。那因为我们不要赔钱嘛，那我们就7点会准时到了去看那部电影。那如果有人婚礼说我们7点就要开始，没有人会开始，可能新娘跟伴郎都还没来，还没到，新娘跟伴郎都还没到。都还没到，真的，我们都是晚一点。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巴西的那些会办一些电子趴的活动，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外国的同学来我们的高中。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大概9点到我朋友家会有个 DJ， 我们会办个很大的 party，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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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结果呢，我那个外国朋友，他9点就开始打给我们在哪里？我是不是到错的家什么的都是暗的，因为那个主办人都还没到啊 ，DJ 都还没到。他说大概要等多久？是大概你再等个1个小时左右，我们慢慢就会过去了。再等个1个小时。讨厌，我们都是往后。对哦，很讨厌。西班牙会这样吗？拉丁国家应该都差不多吧，差不多但是西班牙一定是第一名。怎么这么随性我们迟到隔天也可以，24小时也算。我朋友约我，等一下下午去找你，然后隔天的下午出现啊，算，有到，已经算不错，因为真的迟到是 no show。也是常态，也是约好，然后 no show 也是 OK。对，就常态呀，我们约的都是一个大概一个水性。我等一下去找你，那你们来不来台湾或是到亚洲国家，不会不习惯吗？哎，我们收到蛮有压力，准时哎，有压力。我本来想去日本更有压力，所以选择台湾还是松一点，都蛮有压力，真的很累。要松的。我好惊讶哦！台湾比较 Latino 一点，我们有吃到一点 Latino 的口水。对，好像以前西班牙有这边来教育一下，18世纪嘛，还是听说。那所以准时守时，这是东方人的习惯哦。对，你们而且我们是提早到。到，我们是提早15分钟到。能准时到就不错了啦，其实。因为你们的餐厅都是有90分钟，你们迟到了就时间就过了，我们就没有这个，就随便。对不对？哇，我觉得今天真的太特别了，真的太特别，而且是有些是很棒的习惯哦。来，第2轮，这个很厉害，代理孕母，
我们的国家是全世界第一个合法的代理孕母的国家。你说可以帮其他人、其他国家的人？没错，是的。真的吗？是这样子，对，因为你们是有鼓励、有合法的。我们是合法的，对，而且我们的价钱很便宜。比方说，如果你们去美国做一个小孩，是大概要1000万左右台币。 1000万，对，在美国一个代理孕母要1000万，没错，就是一整个过程10个月，就是从她怀孕到生小孩，大概这样的价钱。1个月1000万，对啊，因为你还要 cover 他的住宿、吃饭，就是对，还有医生，还有他的律师费，一个月100万呢，差不多。但是在乌克兰全部100万台币而已。对啊，所以现在。 对，所以现在很多台湾人都会去乌克兰做小孩。真的？是的，是的。不知道哎。对，但是我们的要求就是很高，比方说你要做一个代理孕母，你不能随便去报名，你是一定要有老公，然后你一定要有生过小孩。 你有自己的小孩，你才可以去帮别人生小孩，而且还要做一些健康检查。会，他们不能有酗酒或者是这个就根本不要。生过小孩的才能够做这个工作。没错。哦，这样子。对，而且那个小孩生的时候，他不会有乌克兰的国旗，他也不会属于你，但是就是会写你们是父母。 谁是父母的，就直接给这个国家的护照。我只是提供我的肚子给对方。没错，没错。这孩子生下来也不会是乌克兰人。不会是。那你身边有朋友做过代理孕母？很多，因为你知道乌克兰的薪水很低，一个月是个职业，一个月大概8000块。我就包租婆了。对，包对。我就租这个我把这房子租给人家，1个月10万。对对，哇，好感人哦。没错，因为一个月8000块。 台币是乌克兰的薪水，你活不下去，很少。但是乌克兰的薪水才8000，低哦，8000，台币1万块不到，不到，跟巴西一样，8000块，好低哦。对，你想，如果你去做这个工作，1年内你可以赚100万，你就可以买房子，然后你就生一个小孩好伤身体耶。没错，但是你也没办法找这样的工作，这个是很高的薪水，很高的收入，对，对，没错。 1个月10万，他们又没有坐月子的概念。 没有，你就生了，你大概2、3个月就差不多可以接别的客人生小孩，休息2、3个月再接下一个客人。对，是这样子。而且我们都会有很多学校，他们就会教你怎么当代理孕母，然后他们就可以跟你说，哦，你们要怎么会比较快恢复这样的概念。哇塞！西班牙狂放生活，佩德罗全说了。 浪费食物、暴力、受伤、喝醉、把妹，这基本的西班牙庆典。然后又不爱工作，又常不。那你为什么会有？怎么会有钱生活？失业补助啊。如果你住爸妈家，可以跑趴的钱还是很多。就是你们那么快乐，你来台湾干嘛？我是有野心的成功者。很难相信。 没听过，我觉得好惊讶哦。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小孩我们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战争的关系，可能老公已经走了，啊，女生刚好是怀孕的，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小孩，所以我们的国家有很多 baby box， 就是有一个 box，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刚刚生的小孩放在里面。 那个，但是这个没有，对，但是没办法，如果你的老公已经不在了，啊，你的工作1个月8000块，你怎么活？对，我们就会把小孩放到 baby box， 就是在医院附近，然后那个医院就会收到通知，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捡这个 baby， 然后你可以去领养他，然后政府对他会很好，就是给他房子，然后他的教育费、看医生的费用都不用付，一辈子就不用付的，对。 然后你有国家养他，国家养他，没错。哇，好棒，谢谢 Jana。来 ，Pedro， 西班牙不知道的事情 ，San Fermin 被牛姐牛追我跑，牛追我跑，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不是很残酷吗？对谁？人还是对人啊？他那个他会顶活该的啊！真的被我有看到有人真的被追到，然后真的被这样每年都有几十个人受伤，被治、被踩、被撞。对啊，那会死人的。但公牛也蛮可怜的吧？到那个进场，他就是被斗牛士刺到。对啊。对。就是
对，除血到拜拜，所以也是蛮正义的。但我觉得跑的部分还好，就是你自己选择。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跑比那个公牛快，你就跑。他们平均速度30公里，我是田径的，我有跑过5年，我都在这里好好的。所以你真的有玩过这个吗？啊？你真的有玩过？你一定有被弄到脑子有点坏。Documentation 有脑子坏。这个每一只大概600公斤的公牛。还有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是故意就是基本的。这是我们那边哦，这是我。又来了。哦，这哦。我看到好兴奋。下一页。一个韩国朋友，那个我这边有全世界的人来玩的，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庆典。这也是刚刚那一群红酒大战的朋友，我们就是整个夏天都在跑趴。番茄大战也是你们吗？也是西班牙的，那个太远了，我没有。很喜欢浪费食物哎。对，一定要浪费食物、暴力、受伤、喝醉、打妹，这基本的西班牙庆典。然后又不爱工作，又常。那你为什么会有？哎，怎么会有钱生活？失业补助啊。我们不用面试。我可以面不改色讲失业补助啊，我就拿救济金啊。我们整个劳动市场的环境都是在鼓励不要工作，就是你去工作，薪水可能才3万多，西班牙的物价算贵的，但你不工作就有大概700欧，无条件的失业补助、社会福利。如果你住爸妈家，可以跑趴的钱还是很多。就是你的脑子里面除了跑趴有没有别的事情？不工作啊，就想办法。那你为什么不待在西班牙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到台湾呢？你在那边那么快乐，你来台湾干嘛？我是有野心的成功者。很难相信。没有，台湾也提供给我很不错的社会福利，就是我上节目1个礼拜1次就也可以跑趴。而且我来读书的啦，知识分子这边有奖学金。对，他是奖学金。对，他是知识分子，他学霸。你是知识分子。西班牙的奖学金我用完了，这边还有。你下次来骗台湾，你下一个国家锁定哪一个？你下一个日本的也用的差不多了，对，好像可以。哎，奔牛节在西班牙是全国都在放牛出来跑，还是像泼水节那样有分几个区域的吗？也是每一个小镇、每一个小村，也没有到每一个啦，就是有好几个有这个传统。比较大的城镇才有吧。最有名的是 Pamplona， 那个我去参加5年的那个是 Pamplona 是最大，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去那边，然后可能会有破万的人在跑。那它是进行1天还是1个礼拜这样？1个礼拜，从7月7号到7月15号，就一直每天都早上起来，早上牛就放出来跑这样子啊？对，大部分的人是喝醉还没有睡觉直接上。他们只跑得过牛嘛？怎么可能？跑不过了。会有警察筛选，如果你看起来站不稳，你就没办法进去。但你撞一下就进得去，就可以很醉的跑。装得很清醒。对，就是很多人是那种，然后到警察就可以进去。警察也太搞怪了吧？会有奖品吗？如果跑过那个牛？就是你跑大概900米会到那个进场，就是斗牛士的，那你就不用付门票，你已经是从那个大门进去了，你就可以看那个表演，就是斗牛士跟茶技的就不用钱了。不然本来要多少钱？我没有付过哎，我都是用跑的，但我应该要30欧吧，我记得25、30。都是用跑的。我进场是被牛追进来的，对，对不对？哎，对。所以我怎么要钱？因为你已经你已经付了代价。我有付出啦。对，我有付出。我们也是表演的一部分了。我们在那边跑，就是很多人喜欢看。战斗民族不能笑，嘴角上扬就被抓。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我要笑？我看什么电视剧啊，我男友过来说：“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我没有怎么了，我就是看东西，我很认真。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俄罗斯工作，就是礼貌性的跟海关微笑一下。哦 no！ 你进不去，小房间搜身。对。巴西不知道的第2件事情，1天3次，你讲一些能播的好不好？这是可以播的啦。吃饭吗？什么东西3次？我跟你讲，这个是不是睡觉了？这个是我离开巴西之后才知道，我们有，只有你们有，会被称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是全世界最爱洗澡的国家。
哇塞， 1300差不多平均，真的。你们如果现在观众朋友们用中文打也可以啊。巴西人这么爱洗澡嘛，你们会看到一堆的那些调查报告都出来了。其实我们巴西很正常，一天洗澡2次是最基本的，早上晚上各1次，最少。因为中间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是因为你们很容易流汗吗？非常容易。因为就像我住在巴西的东北嘛，我们平均的温度每一天大概抓从28到38之间，48，浮动好大，38哦，28到38之间，好热，所以就是每一天好热好晒，所以我们而且我们很少会一直开冷气，因为巴西的冷气超贵的，我们的底薪也很低，所以我们几乎都是睡着用电风扇，所以我们一起来就热死，都是汗嘛，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干嘛？要洗澡。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上课啊，或者工作等等的。可能回到家里，我们又开始流汗，闷的黏的。我们要做什么呢？不一定要洗澡，因为洗澡叫 shower。我们葡萄牙语的 shower 洗澡叫banho，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ducha，ducha 是快速洗澡，就是冲澡的概念。战斗澡。对，就是我们一快速进去，把那个水打开，洗就开始擦干净。就开始去做其他事情啊，去运动啊，去吃晚餐。没有洗得很 detail 啦，对不对 ？detail 是2次，中间有时候会隔一个ducha，就是冲澡的意思。ducha。我们的语言是 douche， 一样的，对，一样的。有趣哦。那你们知道韩国他们这种澡堂文化，就是他们有汗蒸幕，或是日本有那种澡堂文化，可以在那边三温暖啊、泡啊，然后很享受。你们搞不好巴西会很喜欢。我们会热死，泡桑的会热死。他们你讲的是热啊，那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他不叫享受，他们叫清爽。我后来发现好多台湾朋友问我，伟阳，你是真的好多巴西人会直接约在家里一起洗澡吗？我说，我们巴西人好像不会约在家里一起洗澡。我后来就懂了，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巴西确实会约朋友来家里洗澡，可是不是因为为了洗澡而已，是因为假设说陪着我好了，如果我们都在巴西嘛，我就陪着你在干嘛？我在运动，然后要不要来我家吃这个东西，看个电影？好啊哥，我要先回家洗澡。不用，你直接来我家洗澡就好了，就不用浪费时间。他去他家洗澡，再来我家洗澡，就直接来我家洗澡就可以了。因为几乎每个巴西人的家就会准备那个 guest 的毛巾等等的，因为我们就很习惯这样子，就是直接来，不用浪费时间，回到家里为了洗澡而已，再拖。那你们路边会有一些淋浴间吗？有一些地方是有的，就像我们台湾的，这个是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进步的一点，就是台湾要去海边的时候，你玩海玩水，你去哪里洗澡洗有啊，我们现在有很少，跟台湾比真的。跟巴西比真的太少了，我们巴西是整个海几乎都有好多独享人你冲水，免费的不用加钱，到处都可以随时洗澡。对，像迈阿密 MV 到处都肌肉，然后喷水啦，你扫这个烦哦，到处都是肌肉，那个风景到处都给人家看，到处都有人在洗澡，对。他真的好肉欲哦，很 horny， 你知道吗？没救的，这不是 horny， 这是阳光健康。You just horny， 健康年轻人。来，Tasha，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俄罗斯。好，就是不想问话。你很爱笑啊。对，因为这个要粉。如果我走在外面，你们不会笑。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我要笑？笑不是看起来人会比较 nice 吗？会看起来像白痴啊，因为是没有事情让你笑啊。他一定觉得 Pedro 很白痴，就是你看，我也这个笑脸，我也可以很斯文好，我们在 Pedro 家，比如说设一个录音机好了，然后看到 Pedro， 比如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然后摸自己，然后笑，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他有你表现的有一点有问题？对，是不是有一些思想有问题？讲起来真的有问题。所以我这也是这样啊，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要笑啊？可是如果比如说熟悉朋友嘛什么的，或者在适合的场合，比如说像我们这里啊，我们都互相聊天啊，开玩笑啊，我觉得很好玩啊，我会微笑，我会笑啊。但是如果我比如说做捷运什么，我为什么要笑？我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病？对吧？可是只是微笑也不行吗？就我看到窗外有一个很美的风景，我这样，这样不行。你觉得自己想很漂亮，
这样，我都是这样啊。你知道我压抑你们这是教育吗？还是学校就这样教，还是其家里这样教？实我觉得他从家庭就这样教，哎。你们来台湾，路边看到有人跟你眼神对到，他们都会微笑点头，这样你会觉得他很怪吗？一开始我会觉得怪，现在我也会微笑，因为我如果不微笑，别人都说我一直都摆臭脸，可是我其实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就像我在家里，我有时候，比如说我看什么电视剧啊，或者我看书，然后我就超严肃的这样子，好看，然后我男友过来说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我没有怎么了，我就是看东西，我很认真看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俄罗斯工作，短暂时间，他在海关的时候，就是礼貌性的跟海关微笑一下。哦 no！就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对，我跟你讲，我也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真的，人家以为他有带违禁品，你知道吗？我也发生了，而且我真的很，我自己觉得是我的问题。有一次，我之前就是在一家台湾公司上班，然后我跟台湾同事到俄罗斯去参展，然后因为我是走俄罗斯那个到国 citizen， 对，他们是走外国人，但是他们完全不会俄文，而且他们两个人也是会有一点那种害羞内向的，我怕他们在那边讲英文讲不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要赶快过，然后在外面等他们，万一我看到他们出问题，我会过来说，这是跟我一起的。好，那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这样子，他一直看我，我也不笑，他就说很紧张哦。俄罗斯的海关？对，我就说没有啊，然后他就说这是你的护照吗？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因为怎么会不是我的护照吗？我就这样微笑说，当然是我的啊。他说你几岁？我说啊，我那个时候什么20几岁。他说不像。我说我真的这么年轻吗？他说你跟我一起来。韩国超夯文化，外国人很眼红。你站在可能路上等红绿灯什么的，可能有些人会过来说，现在韩国很红，就是几乎全国人都在用这个交易东西，他有卖很多服务啦，就可能比如说今天下午可不可以陪我30分钟发呆，很好赚，先去面试，然后杨有兴趣是不错。我说我真的这么年轻吗？他说你跟我一起来。我看我的台湾同事已经都过了，我还在那边解释，我是不是这是我的护照？所以现在，因为其实我真的每一次都被问这是我的护照吗？我不你看起来很年轻啊。他可能觉得好，我这样说服我自己。你应该很高兴吧？我很高兴，可是我都不敢。其实你很骄傲，对不对？对。但是我不敢承认，我都会说是，我是，然后我就超严肃。他说你在台湾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我上节目。什么节目？台湾的节目。这样，他就不会过啊。如果我就在那边，我在那边生活，我在那边享受什么？小房间，对。哇塞，好可怕哦！这个民族性好特别。对啊。好，你是红萝卜吗？这是笑话吗？这是最近在韩国很常听到的一句话，这样子。你是红萝卜吗？像你们知道前阵子，其实，在韩国路上走的话，会很常会被问，有个人会靠近你说，你看起来很善良，或者是你很有福气。哦，谢谢。对可是他就是要骗你钱的啦，他就会把你拐过去。对，就是会很多这种的，在路上会遇到这样子。可是现在的话，反而更常会，你站在可能路上等红绿灯什么的，可能有些人会过来说，你是红萝卜吗？可能会这样问。那要怎么回？对，你要说是或不是。好，那你有病吗？这样子，会这样问，你有病吗？红萝卜是。他的话其实是没有，其实是因为韩国有很多那种二手拍卖网站嘛，然后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说중고나라或者什么 Hello Market 很多种，然后有一个叫做红萝卜超市这样子，它是一个二手拍卖的网站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韩国很红，就是
几乎全国人都在用这个交易东西。因为里面对，可是它是只有面交，它只能面交这样子，然后它就是在里面可以买到各种东西。对，现在就是不只是东西，或是房子也会在红萝卜卖，车子也会卖。这样。对，因为他们就不用那个中介费嘛，会比较便宜就对了。没有，它就是你个人卖你的房子，所以你不用中介费啊 ，OK， 你就可以省钱。 OK， 然后还有卖很多服务啦，就可能比如说今天下午可不可以陪我30分钟发呆，类似什么都有。你说约会？没有，他有发呆30分钟。对，我今天想要发呆，但我不想要晚上一个人在啊，可不可以陪我30分钟发呆，类似这样。这多少钱？哦，可能会差不多300到500都有可能。很好赚，先去面试，然后杨有兴趣是不是？先去面试再去发呆。对啊，然后一天就赚不少钱嘞。一天就赚了2000呢。那上面这红萝卜里面有那代理孕母吗？可是有，就是他也有卖过小孩，就是有上新闻了，因为卖小孩，对，就是把小孩放上去。可是他就觉得说，因为我小孩不听话，然后你要不要买走，类似这样，因为他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抛东西上去，然后就上新闻，这无法可管哎。对啊，还是有管吧。所以对啦，犯法嘛。对啊，那是不行的，然后所以变成是说，因为他就是只能在你的同区域，他会配在同区域的人交易，所以都是面交。所以现在韩国人都在用这个嘛，所以很多，因为你出去面交的时候，你不知道是谁，所以都会说，哎，你是红萝卜吗？那他说，哦，对，我是这样子。哦，因为使用的人多了，所以只要讲红萝卜就知道自己人了。像我上次去，我就是在等公车，就是一直被问这样子，因为我刚好拿着那个袋子，有没有？那他就会过来问说，哎，你是红萝卜吗？这样子，对，很像革命的秘密组织哦。一个秘密啊。哎，反清。复明。自己人。每个国家啊，他们的文化都有独特的魅力。这也提醒我们，这世界上的文化、习俗、礼仪，它没有相同的标准。就像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佩德罗不喜欢穿衣服，但今天他聊了以后，讲完之后说，哦，他们的国家因为热，也因为热情。然后他们喜欢那种活力、肌肉、身体线条，所以他们会有点让你会觉得用肉欲来形容他们。扣起来。跟我去小房间。你现在还是在台湾，嬉皮笑脸。哦，他们尽管用比较玩笑的方式来说明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听会很爽，因为我要多了解他们国家一点。对，我们呢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跟尊重。迎接更多元的文化，我们会让你们有更多精彩的发现和惊喜。太棒了，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